正在此时，宫女向帝君和墨渊侍奉来了茶水。墨渊端着茶杯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我记得你曾向我要走过一个茶杯，用的可好？听到墨渊的问话，司命突然想瞧一瞧帝君的好戏，舍不得走了，甚是喜欢。帝君嘴角微微泛着笑意，眼神也柔和许多。为何未见你用？老友相赠的佳品，平日里都是自饮自酌，并不在此处用它。司命感慨，到底是活了几十万年的神仙，换作是他也不能这般随机应变的毫无破绽。我留的那个茶杯被弟子摔碎了。墨渊忽然说，神色似有凄然，却听见墨渊接着说，把你的拿出来让我怀怀旧如何？东华帝君不语，望向司命，微微挑眉。司命一惊，我只是看热闹的而已啊。双眼直瞪瞪的无辜地看着帝君。帝君加重了眼神的分量，司命会意，暗自叹了下今日运势不佳，马上对墨渊上身说，那茶杯因是帝君的珍品，每月都埋于叶莲池下方3日，用仙泉水净化。今儿不凑巧赶上净化的日子了。司命说的面不改色。墨渊看着他，沉默良久才开口，也罢，碎了就碎了。是在说他自己的还是帝君的？司命看向帝君，想判断自己是否说错了什么。帝君挑起眉头叹了口气，打碎你茶杯的可是你的心上人？帝君绝地反击。墨渊的动作停了一拍。什么？司命觉得自己要实话了，墨渊上神竟然有心上人，还是帝君他老人家开口八卦。真庆幸自己今天倒霉那么久，还是有所收获的。你座下的弟子可有个叫蝶风的？帝君缓缓吐露。确实。墨渊看着东华，等他继续。也是你弟子替你惋惜，才偶然间透露出这个事情。东华有些惬意，思乐掌战的上神引人注目，难免有人编造些事迹。我是不信的。看来我沉睡这7万年，对弟子疏于管教了。墨渊声音有些沉重，接着说，不过你这个不管闲事的神仙，怎就知道了这类消息？哎，别转移话题啊，你的心上人是谁啊？司命内心拼命呐喊，帝君他老人家竟然没套出话，反倒被墨渊下套。这些久了的神仙啊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无意间听到，差点忘了。今日你提茶杯才想起。帝君不急不慢地回答，又问起，今日你来找我是何事？莫非为了茶杯？墨渊忽然转身，对着坐下的司命开口，上仙可是编写神仙渡劫的命官。东华帝君饶有趣味地看着墨渊，看他找司命有何贵干？是，正是小仙。司命逃跑不得，只得硬着头皮答话。如果我下凡历劫，你该不会也写少18年吧？墨渊的声音不怒自威。东华难得地露出一丝错愕神情。不，小仙不敢。司命俯首贴耳，又弱弱地问道，上神这样远古时代就有的神仙是不必历劫的，不知上神为何要小仙编写？昔日我封印擎苍，散尽一生修为，终究是沉睡了7万年，苏醒后法力薄弱，这几百年来我虽时常闭关，却也进度缓慢。墨渊徐徐道来，倒不如趁着太平盛世下凡去历个劫，回来就能提升修为，万一今后有战事也好应对。司命很惊讶，白浅的心头血，夜华的修为竟然只能仅够让墨渊复活，战神法力尽失，不能战了。东华帝君插了一句话，历劫之苦比征战杀伐疼痛更甚，你可想好了？四海之内无人不苦，这点苦对我来说算什么？墨渊的声音听起来竟有沧桑之意。太晨宫答应了墨渊编写下凡命簿一事，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友闲聊一阵，墨渊便告辞离去。看着墨渊走远的身影，帝君歪下身子侧坐，撑起额头问道，我与墨渊谁帅？啥？司命呆住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看着帝君的样子，不知该不该回答，于是试探地问问，帝君这玩笑开得有点大啊。本帝君看起来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帝君漫不经心的语调却让司命感到一阵寒意。他既不能得罪眼前的天地共主，又不能得罪昆仑虚的战神。司命觉得身为命官却不能查看自己的运簿，实在是郁闷，不然他可真想知道今天是犯了什么冲，要被帝君拷问。
这神仙日子无聊到一定境界了，问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也未可知。打个哈哈混过去吧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啊哈，这个帝君气度非凡，英姿飒爽，四海之内皆享心驰神往。而这天下谁人不知墨渊上神与天竺太子是同胞兄弟，长着一模一样的脸，和他们比就像一挑二，不大公平。本帝君自带兵打仗以来，可曾败过？帝君的战绩威名赫赫，自然是无一败绩。司命总算庆幸帝君的思绪飘到其他话题了。正是无一败绩，包括以寡敌众。司命，白浅和夜华虽然尚未成婚，但因为照顾团子之类的缘故，也时常来洗蜈蚣小住。既如此，天君也就要求青丘白浅有空就上朝，不然狐狸洞一帮宅人每次朝会连个影都没有，也不知五荒的动向。一日朝会散去，白浅和夜华肩并肩走出大殿。白浅感慨了一句：大师兄不知做错了什么，前段时间竟被师父罚关禁闭1整年，现在都还没放出来。东华帝君走在他俩前面，略略侧过头望一眼白浅上神，又自顾走远了。白浅抱着沉睡的团子缓缓摇晃身体，同时轻轻拍着他幼小的肩膀。夜华走进洗蜈蚣，就闻到了扑面而来的酒气，甚为不悦：你又让他喝酒了？也就1点果酒，度数又不高。白浅的声音透着酒意：你不记得上次阿离喝酒之后醉了多长时间了吗？边说着，夜华俯下身来检查了一下团子的小脑袋，发现他脸颊通红，微微发烫。记得啊，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酒量太差会被笑话的。白浅不以为意：浅，阿离是天竺太子之子，以后要继承大统，并不需要像在青丘一样与人拼酒的。白浅醉得不大清醒，抬起头望着夜华，是他拖得特别长的音：天竺高贵，岂是能屈尊迎合青丘的习俗？浅别误会，只是阿离现在年纪还太小了，我担心他的身体。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就在折颜那里偷酒喝了，也没见我长大了怎样。浅，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我本就是这样的啊，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这样。夜华想起了初见素素的场景，白浅瞥见夜华的神情，知道他是想素素了。他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，明知道素素就是自己，但还是吃自己的醋。酒精上头了，神情迷糊，不知怎么就觉得素素像另外一个人，这感觉他以前隐隐的有，却从未面对。白浅醉意中又和夜华拌了几句嘴，撇下团子跑了。夜华想去追他，但看到团子被白浅放下后趴在桌上，又不得不先照顾好团子。反正洗蜈蚣也就这么大，浅跑不远，出去吹个风，没准就醒了。凤九几乎埋在文案中。这东荒虽然版图不大，但事情怎么这么多啊？凤九觉得自己的脑袋都不够用了，好希望天降神仙来帮帮他。可他想到自己就是神仙后郁闷了，还真是没人能救自己呢。正想着，书房里灵光一闪，白浅出现在凤九面前。不会真的这么神吧？凤九简直意外惊喜，姑姑本就当过女军，处理政务轻车熟路，都不用担心不上手。我回来了。白浅气冲冲丢下一句话，还有些站不稳。哎，凤九懵了，姑姑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回娘家了？那九重天有什么好待的？还是青丘自在？白浅还在生气。凤九又追问了姑姑一番，白浅又在醉着又在气头上，就把和夜华吵架的事情一股脑全说出来了。末了想起一件事，对凤九说：明天你去开朝会。啊，凤九这办案都觉得头大的人，还要去面见天君开朝会，他极力推辞，誓死不从。白浅吐槽完气也消了，微眯着眼睛一脸坏笑。我告诉你一件事。凤九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姑姑告诉他，那个月狐珠不过是个寻常珠子，当初为了哄凤九帮忙偷酒喝，才把那珠子作用夸夸其谈一番赠予了他。谁知凤九不知天高地厚的直接送给了天君。如果天君知道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送给他的珠子是个赝品。白浅顿了顿。明天我去朝会。凤九突然十分有政治积极性。觉悟不错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白浅咪咪笑着走了。
心想这小凤九依然是这么好骗，随便编个话也能信，就该把他丢到朝会上学一学，那帮没尾巴的老神仙才是真正的老狐狸啊。反正他青丘白浅是受够了和那些文绉绉的人说话，更不想见到太子夜华。凤九自然而然在朝会上见到了那个人，但也没什么，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无所谓的神态，好像一个隐居的君子硬被嫁到了菜市场。凤九本来担心了许久再见面的尴尬，他怀着一颗纠结的心踟蹰不前，害怕面对任何与帝君的瓜葛，哪怕只是一个眼神。可帝君从头到尾都没有看他一眼，倒让他觉得自己想多了。他也没有想到，真的这样相忘于江湖，他会这么失落。也罢，谁没有经历过失去呢？难道人与人所有的缘分都只有进阶而没有退阶吗？有情浓之时，自然也有缘尽之时。宽心看待这世间的缘起缘灭吧。朝会极其无聊，各路神仙们说话弯弯绕绕的，凤九起初还努力听遍，后面就放任自流了。怪不得姑姑要不是被天君点名了不得不来，绝对不会踏进朝堂一步。想到姑姑，凤九特意瞧了瞧太子夜华，却见他神色如常。姑姑都气得回娘家了，姑父却可以安之若素，凤九为姑姑抱不平。一待朝会结束，便立马追出去找太子夜华。凤九跑到夜华的前面把他拦住。太子殿下，凤九冒昧地问一句，你和我姑姑怎么了？太子不说话，觉得在此处太过招摇，看了凤九一眼就往边上走。凤九没理解夜华的眼神，立马被他的态度激怒，想到姑姑昨晚醉酒又生气又伤心的模样，忍不住说了太子几句。夜华倒是脾气好，任由凤九宣泄情绪。凤九最后气鼓鼓地对太子说，我看你就没墨渊上神那么懂我姑姑。说罢转身跑了。夜华一直隐忍着锁眉，听到凤九最后一句，眼神里有什么闪过。他抬头在散朝的人群里搜索着墨渊的身影，就在离他不远处。墨渊打算散朝后去太晨宫看看命部进度如何，没想到听见青丘白浅的名字从凤九的嘴里不断蹦出来，似乎因为喝酒的事情白浅和夜华有过争吵。墨渊心里叹了口气，不愿理会别人的家事，淡定地踱开了。谁知那小姑娘竟然爆出这样一句评价，让墨渊心底一惊。待回过神来时，那小姑娘已经对完太子夜华，忽然就跑到了自己面前，一副崇拜又新奇的表情看着他。墨渊上神，听说你以前从瑶光上神的水牢里就过孤。小姑娘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个身影拽着先遁了。墨渊环顾一下周围揣着好奇心的神仙们，见他们立刻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路过，于是一言不发地渐行渐远。夜华静静伫立原地。方才凤九没说完的那句话，当真是墨渊救了白浅？那么传闻墨渊与瑶光对决也是真的了。以前他以为只是浅浅喜欢墨渊，现在觉得墨渊可能早已已属白浅。他静静地看着墨渊的背影，那个人是他的哥哥。凤九踉跄着被甩到了一根柱子上靠着，手腕被举过头顶压在柱子上，生生的疼。他在被拽的视野恍惚之际，看到了一片紫色，竟然是他。可这一路上的力度让他觉得他毫无怜惜之情。凤九不知道帝君为什么要把他拽到这不只是哪里的亭子里，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。他就这样被他钉在柱子上，委屈埋怨地抬头看着他。你胆子倒不小，竟然敢对天族太子这般说话。东华帝君鲜少这样疾言厉色，是他先惹了我姑姑，太子又如何？反正我就是护着家人。凤九来了小脾气，扭着手腕想挣脱，却被按得更紧。你知道太子和墨渊是什么关系？帝君的脸格外严肃，他白凤九那些无心的话，对听者而言有多大的刺激，他却一无所知。同胞兄弟嘛，谁不知道呀？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，青丘白凤九妄议天族可是大罪。帝君神色凝重，难不成还有其他关系吗？凤九歪着脑袋想了想，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导师手腕痛得不行了。既然硬拽不能挣脱，那就换条路子。东华帝君，轻一点，凤九好疼。凤九哀求地看着他。帝君肃穆的神色迅速被另一种神情取代，松开了他的手。凤九立马抓着手腕揉揉缓解疼痛，没顾得上看帝君。
说出这么意味深长的话，你是想要本帝君做什么？凤九闻言，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后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看见东华的表情里似有戏谑。帝君的脸那么近，她早已不是那个对风月之事一无所知的烂漫少女了。借着陈贵人的真身，却也开启了另一番体验。凤九回想起过往的耳鬓厮磨，那种温存，那般眷恋，她内心深处无法忘怀。她极其难为情地摇了摇头。其实本不应该难为情，清秋民风开放，喜欢便是喜欢了。如果没有与帝君的下凡历劫，她也许只是个单相思的小女孩罢了，过些时日就痊愈了。但在凡间与帝君生死与共之后，她的仰慕就变成了炽热的爱恋，深深刻在她的心里。帝君本能地退开一步，保持着礼貌的距离。方才一时间忘了情，还保留着太晨宫内逗她的习惯。然而天谴一次次抱在凤九身上，她是真的害怕了。纵然她是所向披靡的天地共主，却有奈何不了天意的时候。她保护不了她。出来吧，帝君忽然说。凤九十分疑惑，出来什么？是要本帝君用苍河剑把你们请出来吗？声音刚落，旁边树林里急匆匆滚出2个人来。凤九一看，是司命和程昱。都怪你，本来差一点就亲上了。程昱小声嘀咕，埋怨着司命。我也不是故意在这个时候赶来的，司命十分无辜。闹够了没有？帝君有些无奈。凤九见到是这2人，略略宽心，他实在承受不起新的流言了，于是问道：你俩怎么在这里呀？程昱用胳膊肘撞了撞司命，见他不开口，直接把司命往前退到了帝君面前。真不厚道。司命内心小小的感慨了一下。墨渊上神莅临太晨宫，小仙见帝君久违归来，不敢让上神久等，就急忙出来寻帝君了。闻得墨渊之名，东华云淡风轻地瞥了一眼凤九，果然凤九来了兴致，张口想问司命什么。那你呢？帝君对着程昱开口，把凤九的问话憋了回去。我是今天在朝会上意外看见小殿下，本想着散朝后找他叙旧，这不找到这来了吗？那就开始叙吧。帝君说完，站着不动。程昱，不叙，我们走了。帝君转身迈开了步子，司命星君连忙跟上。凤九和程昱四目相对，程昱拼命对着凤九使眼色，让他跟上帝君。凤九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即便他再想去打探墨渊的心上人，他也不敢靠近太晨宫半步。帝君和司命已经走开一段距离了，程昱这才敢开口：帝君刚才那句我们不是包含了你吗？怎么会呢？凤九想起2人独处时帝君往后退了一步，明显是要与他分生，怎么可能让他跟着去太晨宫？我可是听说你们已经成亲了。程昱斜着眼，饶有趣味地看着凤九。没有，才没有呢，那都是流言，就是因为这个才要避嫌啊。凤九苦不堪言，明明没有姻缘，却偏生传出这样的绯闻，讽刺扎心。一扭头，司命已经跑到了眼前。帝君在远一些的地方站着，背对其他3人。小殿下，墨渊上神前日里问起茶杯的事，得知已被小殿下打碎，甚是不悦。帝君让你现在过去亲自解释。司命小心翼翼地说，他觉得帝君这样黑朋友实在太不厚道，可顶头上司的话，他一个星君又能不听吗？凤九呆了，他千算万算没算到墨渊会记得这几万年前的茶杯，不是已经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，并且还清了吗？帝君说话不算话啊，我的账还清了，现在是墨渊在跟你算账。远处突然飘来帝君的声音。凤九一僵，完了，战神要跟自己算账，这条小命算是完了。这墨渊上神怎么这般小气？以前那么好的口碑都是假的吧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哎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把程昱一眼就看穿了。以他对墨渊的了解，绝不是这般气度。他倒是很乐意打个助攻，然后一脸满足地看着帝君带着司命和凤九走远了。